家人们，今天咱来聊聊汽车圈那些事儿哈。你们知道不？现在有些经销商卖车那可太会忽悠了，就使劲给你吹这车有多有面儿、多有声望，可从来都不提这车子开了6万英里之后会咋样。等真到了那时候，好家伙，比出一场车祸还能掏空你的钱包呢。今天咱就在这视频里给大家揭露10款豪华车，这些车啊，一旦过了保修期，那就跟个无底洞似的，一直得往里砸钱。咱还会找出那个排名第1的大怨种车型，好多车主都说开它就是财务自杀呢。宝子们可要认真看哈，这开豪华车到底是倍儿有面儿，还是分分钟让自己负债累累？一看便知。汽车行业其实藏着个大秘密，那些看起来华丽丽的豪华车标志，现在可不代表啥卓越的工程技术了，他们就是个吸引你签4年租赁合同的诱饵罢了。汽车制造商心里清楚得很，这些车啥时候就开始出毛病，所以啊，他们卖的延长保修服务，那价格贵的离谱，都能买一辆2手本田了。咱给这些灾难车型排名可是有数据依据的哈，从有点拉垮到灾难级都有。参考的数据有啥呢？ Repairpol 可靠性评分、消费者报告、车主调查、JD Power 可靠性研究，还有最重要的车主们在论坛上的真实吐槽。到最后啊，经销商电话都不接了，就想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真是绝了。家人们，今天咱来盘盘汽车界那些事儿，先给大家揭晓排名第10的奥迪。咱都知道奥迪那可是靠 Quattro 全时4驱和德国精湛的工程技术出圈的，名气嘎嘎大，但你敢信吗？它的可靠性在32家汽车制造商里居然排到了第28位，这可不是咱瞎编的哈，是维修伙伴评估出来的结果。开奥迪的家人们可得注意了，你每年在保养和维修上平均得花987美元呢，这可比雷克萨斯贵了 50%， 比本田贵了1倍还不止。更闹心的是，你每年得往维修店跑 0.8 次，而行业平均水平才 0.4 次，这妥妥双倍的维修次数，那不得是双倍的烦恼吗？奥迪出问题最常见的罪魁祸首就是它的正时链条，不是张紧了就是断裂了。这种情况一般在车跑了7万英里之前就会出现4缸和6缸发动机都可能中招，而且这问题可不好修，可不是200美元就能搞定的，至少得花2000美元。为啥这么贵呢？因为这正时链条在发动机老深的地方维修得花大量人工。除了正时链条，奥迪还有积碳问题，会影响直喷发动机，让车子性能下降，还贼费油。去经销商那儿处理这个问题，收费超过1000美元。奥迪经销商还有些事儿不会告诉你哈，像 Quattro 系统和涡轮增压发动机得专业技工来搞，人家最低时薪140美元，那而且零件价格也贵得离谱。你买零件可不只是买那玩意儿本身，还得为大众集团的工程失误买单。奥迪的 A 飞和 Q5 可能能跑个5万英里，可保修期一到，真正花钱的时候就来了，家人们可得心里有数啊。哟，兄弟们，今天咱们来盘盘那些开出去有面、修起来碎心儿的品牌。第9名，梅赛德斯奔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奔。想当年那个3叉星徽标，那可是妥妥的身份象征，是人生赢家的标配，懂。但现在呢，不好意思，它的标签变成了修车常客和钱包粉碎机。在 Repairpulse 那个 Reliability 可靠性排行榜上，奔驰直接排到了第27名，总共才32个品牌。兄弟们，这排位渣渣。而且啊，你每年光养车维修平均就得砸进去900多美金。更吓人的是，每100辆车里有13台车下次进维修厂就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大修了，这概率也太顶了。JD Power 那边也不给面子，最新的车辆可靠性研究，奔驰在29个品牌里只排到了第21，平均每100辆车能给你找出218个毛病。懂了，兄弟们，这已经不是运气不好了，这 TM 是通病，是厂家刻在 DNA 里的习惯。为啥？奔驰那帮工程师啊，就喜欢整些花里胡哨、极度复杂的玩意儿。但兄弟们记住一句话，科技狠活越多，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就说那个主动车身控制系统，听着是不是很高端？结果呢，它的串联泵、液压管路、密封件动不动就漏油，修一次，轻轻松松让你3000刀打水漂。还有那个俄50的变速箱，车主都快被它整崩溃了，换挡顿挫的像在坐过山车。为啥？内部零件坏了啊，想修，对不起，整个变速箱得拆下来大修一把，3000到5000刀，分分钟给你安排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一个车型的例子。我跟你讲，奔驰为啥那么卖力的给你推延长保修？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笔巨款账单什么时候会砸到你脸上。他们官方那个延长有限保修一年多少钱？1年就要你15000到3万刀，兄弟们没看错，不是总价，是年费，比你有些人全年吃饭的钱都多。为啥？
因为厂家心里门清啊，他们比你更清楚你的车接下来要出什么幺蛾子。当你发现你的 C300 换个发动机就要花掉6000刀，或者你的 E 级车悬架系统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你就全懂了。也难怪奔驰的销售逮着机会就给你推销那些天价延保，他们不是在保护你，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免得被你这种被坑到爆的愤怒客户给堵在店里。第8名，捷豹。这捷豹在32家汽车制造商里排名第29位哈。在可靠性排名方面，它平均每年维修费用老贵了，高达1100美元呢。不过也有说平均每年维修费用是23美元的 J.D. Power 给它在31家汽车制造商的可靠性排名里排到了第26位。而消费者报告更绝，连足够的数据都收集不到，都没法给它来个准确排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啊！估计很少有人会长期开捷豹的车，都没办法提供可靠性反馈。要是数据显示它预测可靠性得分就2分，满分5分，那铁定是问题一大堆啊！就说那捷豹 iPace 电动版，本来这设计啥的体现了人家品牌理念，工程设计看着挺精湛的，结果执行起来那叫一个灾难。iPace 论坛上的车主都公开说了，保修期一过，这车他们是不打算要了。有个车主还承认，他都没脸直视潜在买家的眼睛，跟人家说这车没问题，这可不是啥评测，这就是大实话啊！这捷豹毛病还真不少，电子控制模块故障、电池系统故障啥的，换零件的成本跟车辆快速贬值的成本差不多，而且经销商的服务也让人糟心，车主都反映价格贵的离谱，延长保修，关键部件还不包括，像那个柴油颗粒过滤器就不保。人工费每小时超过120美元，诊断个故障还得花上好几天。处理复杂电子故障的时候，有些经销商要么不愿意好好修，要么直接拒绝保修期外的维修。本来想着买捷豹能买到英国豪华和可靠，结果现在被塔塔汽车收购了，连责任都没法往他那所谓的传承上推，真是闹心。第7名，宝马 Repair。Pell 把宝马在32个品牌里排到了第30位哦。有报告显示宝马的维护和修理费用比平均水平高出了整整50%呢。每年的平均维修费用不同的消息来源说的不太一样，大概在968美元到1300美元之间，而且平均每年要去店里修 0.9 次。还有15%的宝马维修都被归为严重故障，这维修成本差不多是平均水平的3倍呢，经常都超过5000美元啦。从2021年开始，在大多数消费者事务网站上，宝马的评价基本都是1星差评。好多车主都吐槽，车子还没开够1万英里呢，就出现重大故障了，这也太闹心了。最让人无语的是，宝马的延长保修费用都不公开标价。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价格范围从不到1000美元到超过6000美元都有，也太没个准头了。给大家举个例子一次变速箱故障轻轻松松就能花5000美元以上呢。虽说在保修期结束到开够10万英里之间发生灾难性故障的可能性倒还是挺低的，但是你就面临一个选择了，你要么花个几千美元去买个保险，可这保险保的还是那种罕见的事儿，要么就不买保修，那万一车子出问题，就得自己掏腰包去应付昂贵的维修费用，这搞不好能把自己的经济状况搞崩啊。宝马这是妥妥设计了一个完美的两难局面，不管你咋选，感觉自己都像个输家，真的是绝了。第6名，大名鼎鼎的保时捷卡宴。咱先来看看保时捷在 RepairPulse 可靠性排名里的表现，在总共32个品牌中，它竟然排到了倒数第32名，这排名可有点尴尬啊！它的平均年维修费用达到了1192美元，这啥概念呢？几乎是行业平均652美元的2倍，那可多花不少钱呢。就说卡宴，它具体的年均维修费用达到了1231美元，而且车主每年平均有 1.1 次得往修理店跑，不是咱计划内的那种啊。还有这卡宴有 21% 的严重维修概率，这几乎是豪华中型 SUV 11% 平均水平的2倍。这维修概率都2倍了，这哪是什么豪华 SUV 啊，简直就是个豪华负担嘛。咱再说说2011年到2018年的第2代卡宴，它堪称是迄今为止最不靠谱的一代。这凸轮轴调节螺栓会突然就断裂，一点预兆都没有，一旦断了，动力瞬间就没了，仪表盘的警示灯也是闪个不停，整个传动系统都得出故障。保时捷在2017年针对这个缺陷发了召回通知，但是买二手车的家人们可得注意了，得确认这相关维修到底弄没弄好。为啥呢？因为要是新的凸轮轴螺栓再断了，这车子基本就得被拖去报废喽。有一家保时捷经销商还专门把年度拥有成本给详细拆解了一下，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前5年不算常规维护，总计就得花8760美元，再加上每年的维护费用，头5年的总花费都快到12000美元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还有这维修费用，发电机更换费用大概在890到1460美元之间，就光零件钱就得1200多美元呢。油底壳重新密封费用更高，得1700到2300美元，再加上超过1000美元的人工费，简直贵到离谱。
最后咱说说保时捷的延长质保，一年大概得$2500，为啥这么贵呢？嘿，其实连保时捷自己都知道这车子的问题早晚得冒出来，这质保价可不就上去了吗？嘿，家人们，今儿个咱来聊聊荣登排行榜第5名的凯迪拉克凯雷德。通用汽车一直号称能整出可靠的豪华 SUV， 凯雷德这一年又一年下来，也算是证明给大家看了。但是咱得说，就这凯雷德能让路虎都显得像是个理智之选了。先说说这发动机的事儿。通用那传说中的 AFM 和 DFM 停感故障，就跟弹鼓之躯似的缠着凯雷德的发动机，这毛病一旦犯了，那就是灾难性的损坏，要么得整个换发动机，要么就得大修。好多车主都反馈，车还没跑到10万英里呢，这发动机就出幺蛾子了。维修费用那也是相当离谱，$8000到$15000不等，全看你是要换个全新发动机，还是只大修一下。再讲讲这变速箱，那简直就是凯雷德车主噩梦的源头。通用的8速和10速自动变速箱，动不动就抖得跟帕金森似的，换挡还老是打滑，该升档不升档，该降档不降档，有时候甚至直接就罢工了。有些车才开了3万英里，这变速箱就不行了。保修期内维修还好，一旦过了保修期，变速箱重建或者更换，那得花$6000到$10000呢。除了发动机和变速箱，这车上的其他小毛病也是一堆堆的。传动分动箱时不时出问题，空气悬挂也是故障频发，维修一次得$3000到$5000。还有那电器毛病，经销商有时候都查不出来是啥问题。你想想，花$10万买这么一辆车，结果可靠性也就跟$5万的车差不多，这不是妥妥的大冤种吗？还有那磁悬浮控制悬挂系统，本来应该是凯迪拉克技术上的心头宝，结果却频繁失灵。要修的话，每个角落的减震器就得花$12到$18。注意哦，是每个角落，4个角加起来，那成本可就上去了。冷却系统的问题在整个通用卡车系列里都普遍存在，像凯雷德的水泵、节温器和散热器经常提前就报废了。刹车系统也因为凯雷德这超重的车身，磨损速度比其他竞争对手的车都快，换刹车的费用也体现出了它豪华品牌的高贵定位。一次完整的刹车维护就得$800到$1200。最后再说说这贬值问题，这才是凯雷德最真实的写照。这些车5年内就能贬值60%到65%，为啥呢？二手买家又不傻，他们心里都清楚，花$3.5万买一辆原价$10万的凯雷德，后面可能还得面临$3万的大修风险呢。所以啊，家人们，除非你选择租车，不然买这凯雷德在经济上简直就是血亏。这也是为啥凯迪拉克经销商一个劲儿的推荐租赁方案，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款车过保之后的真实状况。咱买车可得擦亮眼睛啊。第4名，阿尔法罗密欧。哟，各位老铁，今天咱们来聊个美强惨的顶流选手阿尔法罗密欧。啥叫美强惨？就是说它颜值爆表，性能爆炸，但开起来那心啊就跟坐过山车似的，上上下下没个安稳劲儿。咱今天就直接上点硬菜，聊聊它为啥能稳坐最不靠谱豪华品牌的宝座。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兄弟们，说实话，你要说阿尔法罗密欧长得好不好看，我第一个举手。那设计那线条简直就是公路上的艺术品，往那儿一停，回头率200%。但是问题来了，这玩意儿的可靠性，我愿称之为意大利式浪漫的反义词。你知道这车大部分时间在哪儿待着吗？不是在路上给你带来自信，而是在 4S 店的维修车间里供技师们欣赏。真的，买它送你一个 VIP 维修年卡，不骗你。有个权威叫消费者报告，他们直接给阿尔法罗密欧整了个薛定谔的评分。为啥？因为他们压根收集不到足够的数据。为啥？因为很多车主的车开了还没过保修期呢，就已经人间蒸发了，哪还有几年后的数据给你评啊？就那零星几个能评上的车型，可靠性分数低到能让人当场心梗。尤其是茱莉亚和斯特尔维奥，完美诠释了当年菲亚特克莱斯勒为啥哭着喊着要找斯泰兰蒂斯这个接盘侠。接下来咱说说最让人头大的电气系统，这玩意儿简直就是阿尔法的灵魂 bug。开车开一半，中控屏幕直接给你来个蓝屏死机，然后自己重启，爽不爽？各种传感器像是吃了过期大米，动不动就失灵，提示灯瞎闪，把你吓一跳，以为是车要原地爆炸了。最绝的是什么？是寄生电流，就是你把车停那儿，钥匙一拔，过几天去一看，直接没电了，在停车场给你耍大牌罢工。就问你气不气？这真不是个例，这是标准操作。我哥们儿开茱莉亚，前8个月光因为电气问题就去店里修了6趟。你猜怎么着？问题一个没解决，修车师傅看见他都头疼。电器还不够，变速箱也得来凑个热闹，自动挡、手动挡通通雨露均沾。你开着8AT 自动挡想优雅的提速，结果一顿一顿的跟得了帕金森似的，有时候还直接给你锁死，拒绝换挡。
玩情怀上手动挡，别天真了。那个离合器，那个同步器，分分钟让你体验什么叫大脚趾大法。开久了，腿不是自己的，脚也不是自己的。你以为这就完了？图样图森破，买车最怕啥？最怕零件等不来。你阿尔法这小众品牌，本来 4S 店就没几个，配件等一等，那都是家常便饭。你修个车1个月都算快的，最后搞得你天天租车，生活费蹭蹭往上涨。本来想体验的是意式激情，结果天天沉浸在地中海风情的意式官僚主义里，费时又费力。最后一击也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延保，想买个安心，行啊。延保费用，我跟你说，跟隔壁的捷豹有一拼，贵到离谱。为啥？因为就算是厂家自己都门清，这车就是一颗披着华丽外衣的定时炸弹。所以啊，兄弟们，阿尔法罗密欧，他就像一个帅气的渣男，长得帅，会撩人，让你一见钟情。但处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天天给你惹麻烦，掏空你的钱包，还让你心力交瘁。爱他，你需要勇气；拥有他，你更需要钱和砍一个离你 4S 店很近的价。第3名，特斯拉。特斯拉那可是把电动汽车行业整个给革新喽，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消费者报告做的二手车可靠性研究里啊，一共26个汽车品牌，特斯拉居然排到了第26名，也就是妥妥的最后一名啊。咱仔细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哈，它可不是说接近倒数，那就是实打实的垫底儿。一家成天喊着领先竞争对手10年的公司，居然连一辆能顺顺当当用5年还没重大毛病的车都造不出来，你说离谱不？像 Ram、Jeep 甚至路虎这些品牌排名都比它高呢，这哪是什么成就啊？简直就是给咱们提了个醒儿。再说这特斯拉的电池哈，过了保修期，那性能衰减老严重了，直接影响使用体验。它的保修政策就是，当电池容量低于 70% 的时候，提供8年或者15万英里的保障。可这保护期一结束，麻烦就来了。换电池的费用，不同车型不一样，少则12000美元，多则22000美元。像 Model S 和 Model X 这种电池组更贵，超过25000美元呢，这都比好多人买整辆车花的钱都多了。而且啊，和一些竞争对手比起来，特斯拉连个翻新选项或者逐步模块替换服务都没有，咱车主可选择的余地太少了。制造质量这一块，那一直都是特斯拉的致命伤啊。什么面板缝隙大，油漆有缺陷，装饰件老是脱落，门把手弹不出来，还有 Model X 的鹰翼门关不上等等这些问题，这可都不是偶尔才出现的品控小问题，都快成特斯拉制造上的特色标志了。有车主跟咱反馈说，2年时间里就因为各种装饰和面板问题，跑去维修店17趟，还有那悬挂部件在跑了5万到7万英里的时候就提前损坏了，换一下也要1500到3000美元，不等呢。一开始啊，所有功能都靠触摸屏控制，感觉还挺酷的。但要是屏幕失灵了，那可就成噩梦喽。像 Model 3或者 Model Y， 如果触摸屏坏了，空调没法调，导航不能用，连车辆参数都设置不了。换个屏也要1500到3000美元呢。还有那号称免维护，电机寿命比燃油发动机还长，优势特别明显的电动机，在早期的 Model S 和 X 上故障却频发，换一个电动机连人工算上要花1万到1.5万美元呢。另外啊，还有个好多人不知道的事儿，特斯拉这公司通过高昂的维修价格逼着咱用户去买新车，咱连个独立维修网络都没得选，零配件供应差得很，移动服务忙都忙不过来，去服务中心维修排队等待时间都得3个月以上。你说咱的爱车只能乖乖的待在车库里，都快成指镇了，咱上下班只能靠打 Uber， 这可咋整啊？从贬值率也能看出这些问题的影响。Model 3和 Y 3年时间价值就缩水 40% 到 50%， 而且随着电池老化、保修结束，这贬值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咱买车的可得好好掂量掂量啊！嘿，家人们，今天咱来聊聊在汽车圈里呢争议不小的路虎和揽胜，这俩货在这次评测里可是拿了个榜眼，第2名不过是倒数的哈。RepairPal 把路虎这品牌在32个品牌里排到了第31位，就比垫底的强那么一丢丢。它这平均每年的维修费用在1174到1258美元之间，具体多少还得看你开的是哪款车。但就这数字啊，都还不能完全体现出它那糟糕透顶的状况。路虎这车子毛病可多了去了，有 16% 到 19% 的概率得搞重大维修，平均每年得往修理厂跑 0.6 到 0.7 次。最关键的是，等车开到第10年的时候，有 95.64% 的概率得大修。我再说一遍啊，是 95.64%， 这概率简直离谱，就跟中邪似的。路虎这毛病啥时候开始冒头呢？大概跑到 3.7 万英里的时候就开始作妖了。常见的故障有空气悬挂塌陷，还有那电子系统故障，动不动就给你闹点幺蛾子，等跑到9.3万英里需要重大维修的概率那是蹭蹭往上涨啊，就跟火箭发射似的。
给你们说说一家服务店记录的维修费用，那简直就是在抢钱啊！防护者换个燃油泵就得530美元，发现者修个曲轴更是高达9228美元。自由人换个传动箱要1260，14美元；揽胜极光换个差速器单元要2008美元；揽胜运动版换个涡轮增压器得5508美元。这哪是修车啊，简直就是在烧钱！空气悬挂可是路虎出了名的故障点，每一辆配了空气悬挂的揽胜和路虎，到最后都会碰到压缩机损坏、气囊泄漏或者电子控制模块的问题，换整套空气悬挂系统，少则3000美元，多则6000美元。有些车主为了摆脱这没完没了的空气悬挂故障，干脆把它改成线圈弹簧。可这又得额外花3000美元把原本花钱买的功能给拆了，这不是冤大头吗？电气系统的问题也是路虎的老大难，所有路虎车都被这问题折腾得够呛。中控娱乐系统动不动就崩溃，各种传感器跟抽风似的，说失灵就失灵。后期款揽胜运动版 HSE 车型换个电池就得1000美元，不是电池有多贵，而是必须得用特定的捷豹路虎品牌电池，而且安装过程老复杂了，一不小心操作失误，价值10000美元的控制单元就报废了，这心不得哇凉哇凉的。在经销商那给揽胜做次机油保养超过500美元，这保养费都快赶上一辆二手自行车的价格了。再说说延长保修，这价格也体现出路虎的无奈了。在英国，官方延长保修费用在850到1150英镑之间，可就算你花了这大价钱，到时候因为条款限制，有些维修还是得自己掏腰包，动不动就是4000多美金的大额维修账单，这谁受得了啊？论坛上的车主们还在争论到底是买延长保修还是自己扛风险，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你要是开上路虎，就得每年准备2000到3000美元的预算来应付那些不可避免的维修开支，这还不算买车的钱，车子折旧的钱还有日常维护的费用呢。所以啊，家人们，买车可得擦亮眼睛，别一不小心就掉进路虎这个坑里了。嘿，家人们，今天咱来聊聊那排名第一的玛莎拉蒂。不过此第一非彼第一啊，这可是倒数第一的第一。英国可靠性指数直接把玛莎拉蒂扔到了最后一名，在40个品牌里排第40，那可不是倒数第二，也不是说接近垫底那种，那是远远被其他品牌甩在后面，差距大了去了。像那个 Repair Pal 干脆都没把玛莎拉蒂放它的排名里，为啥呢？因为数据太少了，好多车主在这车积累维修记录之前就给抛弃了，这就很说明问题啊。咱再说说这维护成本，那可真是高的离谱。据消费者事务部的数据，平均每年维护成本高达1625美元。要是拥有车辆的前4年，总计得花6500美元呢。这还不包括任何实际维修的费用，仅仅是定期维护哦。就说在玛莎拉蒂经销商那儿换个机油，好家伙，得400到600美元，这还不是用啥含金合成润滑油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机油更换。论坛里的成员都管这叫玛莎拉蒂税，这就是你选意大利车得付的溢价啊。而且啊，玛莎拉蒂比德国车还不靠谱。就拿离合器来说 ，Quattroporte 和 Ghibli 车型在15000到30000英里就得换离合器，费用要4000美元。这可不是啥易损件啊，这是设计缺陷，连还在原厂保修期内的车都受影响。说到变速箱，那简直就是玛莎拉蒂的噩梦。换挡顿挫、齿轮摩擦声、变速箱打滑，这些问题可不是高里程才有的。6万英里约9.6万公里，那是必然会出现的。换个变速箱得2000到6000美元，心疼死车主了。发动机问题也是出现的早还频繁。就拿凸轮轴调节电磁阀来说，奔驰维修就12美元，玛莎拉蒂维修费用高多了。为啥呢？零件供应差得很，而且人工费贵得离谱。电气问题更是每一款玛莎拉蒂车型都逃不掉。信息娱乐系统故障、警告灯随机亮起、传感器频繁失效，这些问题在行驶里程达到3万英里约4.8万公里内就会冒出来，好多车都这样。有个修欧洲豪华车经验老丰富的技师，那是直言不讳，说玛莎拉蒂寿命口碑差得很。有个独立的玛莎拉蒂维修店车主也说了，奥迪从保修期结束到车龄8年，维修费用也就7000到8500美元。可玛莎拉蒂在保修期结束后的头2年就得花这么多钱，这就是为啥保修期过后二手玛莎拉蒂那么便宜贬值，就反映了它糟糕的可靠性。一辆价值12万美元的吉布力5年内贬值70%，就卖3万到4万美元，但这可不算便宜，这就是个警告啊。虽然玛莎拉蒂有那华丽的意大利线条，还有源自法拉利的发动机，可你得每年准备5000美元的维修预算啊，而且零件到货得等几周。为啥呢？美国就115家玛莎拉蒂经销商，再看看福特近3000家经销商，宝马也有367家，这对比起来，玛莎拉蒂这也太惨了，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玛莎拉蒂车主在论坛上都公开讨论，有的说每年得花100,000到150,000美元在维修和保养上，也有人觉得每年2000到3000美元比较现实，但也有人警告，离合器、变速箱和电气问题在行驶里程达到50,000英里之前就会出现，就得维修。维修费用都超过车辆的折旧价值了。玛莎拉蒂可是唯一一个车主会纠结是否值得维修的豪华品牌，不是因为想升级，而是维修成本超过了车辆的市场价值。现在家人们知道哪些豪华车得避开了。保修期过后，大家可以看看咱们全面的指南，里面有23款值得拥有的最佳豪华车。这些车可是真正能提供长期可靠性，而且不会让你倾家荡产的。毕竟精明的购买就是得知道该避开啥，该追求啥。